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讲第21课，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实盘交易的配置。那实盘交易里面，我们今天以币安的这个交易配置来讲这个课。那我们首先打开这个币安的这个网站啊。首先你在币安这个网站里面的这个设置里面啊，点开设置以后，这边有个账户，账户这边有一个 API 管理。API 管理里面，你点这个创建 API，然后选这个就可以了。那用下面这个也可以啊。然后创建完以后的话，它这里面权限要编辑一下啊。这个就是 API 的这个 key，然后这个是密钥，那对应的就是这个 config 文件里面的这个 key 和这个 secret，把这两个配上以后，你的实盘，然后把 enable 给它打开以后，就可以进行一个交易了。然后这边配置完以后的话，这里要加上这个白名单，否则的话你只有这个读取的权限。那如果把这个地方你加上你的白名单以后，白名单一定要是一个固定 IP 啊。如果你是在家里用的话，如果是在国内的话，用代理软件的话，它这个 IP 随时会变。那这个只要 IP 一变的话，它这边就不能那个进行交易了。那所以最好是要找一台这个固定的一个服务器，然后并且这个服务器，你要设置好白名单，不允许其他的 IP 进行访问，然后把这个白名单配上去以后，比如说我配的是随便写一个，假如我这个地方是这个 IP 的话，那这里点完确认以后，就只有这个 IP 能进行访问。然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，比如说你要做现货杠杆的，或者是这种合约的，都要给它勾上。你要不做的话，就可以跳过。然后这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所以说一定要小资金的先玩一下，然后小资金的先玩一下，如果没有问题了以后再考虑把资金转进去，然后尽量要分多个账号来操作，不一定要一个账号，因为这个 API 可以配多个啊。你这里可以创建多个，然后一个账户里面放少量的资金，你可以把蛋糕相当于把蛋糕切成10份或者是5份，你自己根据你的资金情况来决定啊。然后把这些权限勾上以后，那在这里面配上这个就可以进行这个实盘的一个交易了。那实盘交易你知道运行起来以后就可以，我们上次看到的这个脚本一键启动脚本里面，这里你选择这个一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一怎么启动的，是它这里就是用这个Python，然后去启动这个 Frequent Trader 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模式，然后设置一下它的这个 config 文件，然后就可以启动了。其实跟这个刚模式其实是类似的啊，它只是刚模式只是多了一个这个刚模式的这个命令行，其他的都是一样，然后一个日志，然后你最好要跟你的这个 Telegram 进行一个关联，然后如果出现预警的情况的话，可以进行一个及时的纠错。那前期的话，最好是用小资金来进行操作啊。我们这里往下继续看一下，讲解一下文档的内容。首先就是配这个 key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。然后权限的话，给它配上就好了。然后登录这个账户，那这个是用 API 生成的，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用那个图形界面生成的，其实是一样的啊。生成完以后拿到这两个东西，就是你看到的这两个东西，然后这个因为你一定要记下来啊，这个第二次打开进来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啊，所以要把这两个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记录一下，或者是你要是怕被盗的话，你分开两个文件来记录也可以啊。那资金安全是一定要很重要的啊，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啊。不光是在操作当中的一些策略啊，还有一些你自己的一个 API key 和这个 secret key 一定要保存好啊。然后的话就是配上这个权限交易啊，一个是这个读取权限和这个现货交易权限啊。然后像这个提币的这个权限，不要打开啊。
这个的话，你要是打开被人黑掉的话，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把钱被人转走的情况。然后就是这个合约杠杆的这个，你看你自己的情况了，有的话你就打开不，没有的话就不用打开了。然后白名单的话是必须要配置的啊，它这不是强烈推荐，是一定要配置的，是因为它白名单你用别的白名单的话是交易不了的，用别的 IP 是交易不了的。然后这个配完以后，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个，你一种情况是用这种 ENV 这种文件，然后去读取啊，通过这种方式去读取，还有一种就是直接写在这里面也可以啊。这两种你们自己喜欢就哪一种就都可以。然后把这个环境变量加载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启动这个了。那这个就在 Python 的项目里面把这个文件排除掉，不要去提交到这个 GitHub 上面。如果你是在 Git 上面创建项目的话，这些就是一些功能，一些命令行，自己去测试一下就好了。我们挑重点的说一下。那这个是 OK 叉的这个因为我没玩过，所以我也不太清楚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配置的啊？然后安全措施就是一个是权限一定要控制好，哪些能开，哪些不能开的一定要注意啊。然后一个就白名单设置啊，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呃 API key 跟 secret 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啊，不要提交到那个仓库里面。虽然说仓库相对来说安全，但也不是绝对的啊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API key 是可以经常换的啊，一段时间的话你要就把它删除掉，然后删除也很简单啊，直接在这边点一下删除就可以了。下次你要再玩的话，自己再创建一个，然后把它填进去就好了。然后的话，绝对禁止的就是不要在这个代码中硬编码，然后把这个 API key 传到这个 GitHub 上面啊，你不要截图，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啊，自己知道就好了。然后就是一些防范措施啊，这些东西简单看一下啊。那如果是有人怀疑这个已经泄露的话，就是先登录上去，先把这个 key 删掉，先把你的服务器先停掉，然后再把这个 API key 给它删掉，重新创建一个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是子账户啊，这里面还可以开设一个子账户的，这个在这里，这个是子账户开起来了，这个没用过，你们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安全清单，在实盘操作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。然后任务这一块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了，这个我就不继续讲解了。然后文档会放在这个评论区的第一条。好，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啊，有空的话帮忙点点赞啊，然后我们增加一下这个视频的一个热度啊，要不然这个视频观看的这个数量比较少，那创作的起来也确实是没什么动力啊。好，就今天的课先讲到这，好，谢谢大家。